嘿，大家伙儿早喽！12月16号，星期六，周末了，特别黑，雨刚刚停，又下雨了。而且我没有住在过海边过，除了新加坡那一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一下雨气温就上升，然后第二天就降温。现在的气温是17摄氏度，我穿短袖了，刚跑了3公里多都出汗了。只要一下雨就是这样，我观察了几次了，应该不会再下了。今天咱们回评论，但是今天下午直播也是跟大家闲聊天，以后咱们直播的时候把节奏放慢，好吗？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点半，咱们争取能见。看各位的时间，因为明天是比赛日。我一般比赛日前一天就什么都不想干，因为精神压力比较大。今天小伙伴们没有发周六是不是要一起跑？今天我的第4个训练日了，我轻松跑。这4天是一个调整周期，因为上一个4天强度比较大，其实距离差不多。这4天只有第1天的强度课跑得比较努力，之后几乎都是轻松跑。第2天是跑的有氧区间，昨天跟今天都打算跑轻松跑的慢跑区间。但是其实我随你这么说，我不太在乎区间这个事儿，就从来不看那个有的分成5个区间，有的分成6个区间那种。因为我的理论是，看那个它没有用啊，因为你想我的目标是全程马拉松3小时，那你就必须得跑到4分16秒，这和您多高多矮多胖多瘦没有关系，您说呢？也和您心率区间也没有关系，你要想办法的是改变它，而不是顺着它。当然我这个观点不科学，我承认不科学。科学的训练是可以比我效率高的，只是有取有舍，对吧？我这种的取舍就是我得到的是训练的更轻松惬意，就更随意。失去的呢，可能是更快的进步速度，但是我觉得也够了，是吧？转眼就40岁了，等到40岁的时候看看成绩怎么样，好吗？前面就路灯就黑了，我们一会儿天亮了再聊啊，加油！小伙伴们看，这个地方这条路大概就是这儿，就是大阪马拉松的起点，然后一直往那边跑。今天我还有最后几公里，我凭之前看地图的印象走走看，不一定能走得对。那咱们就一边探路一边回评论。这2天北京的大雪或者北方地区的大雪是挺厉害哈，但是我发现好像这次雪势比去年我经历的那1场或者2场大。我去年我记得差不多过了2天，公路上跑步就没问题了，像公园里，就是咱们频道这个系列的视频的第1期，在朝阳公园，公园里当天就开始清扫了，但是可能这次连续下的原因吧，雪景还是挺漂亮的。我记得有一年也是大雪特别大那天，但是因为刚下还在下，就还没有化雪，所以还能跑步。那天也有视频，我从家出来跑到国贸那个路口往长安街上拐弯的时候，有2个人在那路边，可能是在拍短视频，还冲我打招呼，因为太早了，凌晨4点多，又是冬天。
不过大家天气不好的地方注意安全就行了。明天还有是除了杭州，还有台北马拉松。台北马拉松，我第一次认真的了解是看 Nike 黑马的一个纪录片，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很多年前了。那时候正好第2年我参加吉普乔格来中国的第一次中国行的见面会，之后和 Nike 组织的有一个慢跑活动。我问他们，我说想参加黑马训练要什么条件？他们说至少要 BQ。那时候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了。所以台北马拉松还是有兴趣的，我打算看看明年有没有机会。因为如果从这儿走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天气怎么样。我听他们说，有的时候天气好，有的时候天气热。我当时记得那次黑马的纪录片，有一位男性跑者最后没成功，抽筋了，然后在终点大哭，然后他不知道是妻子还是女友在安慰他，明天再来，明天再来。我看的我都要哭了，当时。双脚跑步的时候有时候会踢后脚跟儿，这个我有时候也有。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是外八了。为什么会外八呢？像我平常不外八的，但是呢，你累了以后就会，或者说你不想使劲的时候就会。你们看，长居那天半马开赛前，家属拍的我的背影，那时候我就一点没使劲往前溜达，不自觉的就会外八的，就是疲劳了。如果您是跑到训练的中后期这样没事儿，但是呢，冬天的时候留一个心眼儿，我有一个小技巧给特别冷地方的小伙伴们。因为我有一次冬天跑步，右脚踢到了左脚的脚踝内侧，回来一看裂了一大口子，因为太冷了，都干裂了。所以那时候我每天早上跑步之前就拿绩效贴或者胶布在脚踝内侧贴一下，防止干裂。因为那样时候鞋踢一下确实是挺疼的，那次特别厉害，不用太担心。赛前睡不着可以吃褪黑素吗？可以吃，就看您有没有服药习惯。如果您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吃褪黑素就没问题，吃了就管用。如果您本身有睡眠问题，看过医生有处方的话，用其他药也没事儿。甚至我之前也说过，比方说你担心第二天早上起来排空的问题，你赛前一天用一点药也没有问题，不要剂量过大就行了。我不知道我走对了没有，我看地图是差不多一会儿要汇总到天神桥那条商店街，但是我今天不走那么远了，我们现在凭着方向感尽可能的到天神桥商店街，然后就往家的方向跑。起跑这一段全是下坡，但这边的路它是斜着的，我现在其实不知道我在具体朝哪一个正的方向跑，我的感觉是西北。有几位小伙伴都在问东跑联怎么联系，我一看可能是生活在东京的小伙伴。我没有冒昧的去问老哥，这个因为我元旦的时候要去看箱根东京，
在那儿待2天，到时候有几个安排，其中一个应该看他们有没有活动，因为这边的新年是过公历的，就是元旦，他们要连休好多天。像我这边菜市场一直要休到5号才营业，不知道他们怎么安排。要是有活动我就去，到时候给你们现场问好吗？或者我预告一下活动的地方，但是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不过也还好，因为又是咱们频道的观众，又生活在东京，或者要去东京看箱根驿传或者是跨年这种，可能还是很少的吧。Insta360对所有相机都适配运动数据贴在屏幕上了，这是个好消息。但是其实这个并不容易的，就是做这件事儿，光有软件也是有很多的局限。我估计我找不到路，应该不是这样，应该还要再往那边。因为大家也注意到，它那个拍摄是需要连手机拍摄的，因为它要对时间码。像我每天的视频也是，我都要对时间码，然后去处理。不过我相信，随着设备的进步，将来会有这么一个形态。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心目中目前为止不算科幻的人类可以实现的这种运动相机、拇指相机的能力。首先呢，就是感光元件，就是底再大一点，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芯片上呢多下功夫，能够增加一些算力，或者是能够拍 log 格式，这样呢，尤其是低光线的时候，后期的空间会大一点。这是2个啊。之后呢，第3个就是像现在的 eSIM， 对吧？它其实不是一个高科技的技术，但是我觉得是个思路，就是它能联网，这样解决了时间码的问题。然后之后就是电池这就不是现在能解决的了，就是目前电池也就这样了。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能解决，这种运动相机的空间还是特别大的。至于防抖这种，其实我放在头上，它有没有自己的防抖都不会差太多，因为几乎所有的动物的头都是特别稳的。我是第一次跑到这儿，我都不认识。祝我好运吧。大阪马拉松的气温，明年要来参加。大阪马拉松很适合跑好成绩，大概是个位数，5到10度之间吧。今年挺冷的，但是你们看今天到现在了，这儿还是这个温度，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我感觉应该和差不多上海同期的温度差不多的样子。之后是有人说别叫老哥，把老字去了不好听，这个说话习惯或者是方言习惯而已。因为我看建议的小伙伴是福建的 IP， 我不太了解那边的文化感觉，因为在我的感觉里，如果上来就哥或者大哥，感觉怪怪的，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性格问题。所以评论区有比咱们或者比我大的人还那么客气跟我说话，我都会说老哥别客气，没有别的意思。买了 Apple Watch 在北方，然后低温关机了。哎，这个我没遇到过。他说零下17度，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零下20度也跑过，
我也没有把表放在袖子里头，就是没有东西盖着表。我不知道这个我没遇到过，但是大部分时候你要是零下20度都会超过这些设备标注的工作温度，包括我这个相机也是，但是很多时候都没问题。我决定不往前跑，直接拐弯了。我一会儿得看看地图，等录完像。10公里能跑进40分钟，月跑量300加。高驰给的全马预测是3小时10，3个月后有没有机会冲击300？有，但是有难度。您还有3个月的时间，您就努力练。这3个月对您这种情况怎么能提高成绩呢？多跑一跑阈值跑，多跑一点长一点的，比方16公里的乳酸阈值跑。您要是想跑到300的话，您的这16公里如果能跑4分甚至以内的配速是比较顶的，您可以试试。之后就是赛前1个月测试一下，是吧？黑指甲原因很多，并不是说这双鞋一定是这双鞋的原因，也可能是疲劳或者姿势的原因。这我跟之前分享过很多次，我黑过2次，都不是因为穿新鞋，就是一次是因为脚底磨水泡，造成跑姿有变化，脚指甲顶。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黑指甲大多数时候就是脚尖往前顶，鞋顶的。这个不严重可以不用管，严重的话去医院让他给你把里给你扎一下，消毒就好。我双脚保护的还行，差不多我准备的都回完了，因为下午还有直播嘛，对吧？我们下午再聊。明天就是比赛日了，如果您心里紧张，下午想休息我也觉得是对的。你听我说太多跑步的事儿，焦虑，对不对？再次祝福大家明天能顺利。明天杭州晚起跑1小时呢，但是坏消息是，如果跑得慢的话，午饭就要吃的比较晚了。我记得我首马跑完吃上午饭都已经下午1点多了，因为回家吃的。首马这事儿下个周期找一天跟大家聊。我赶紧看地图了，咱们训练后再见，加油干，加油干！哎，12月16号星期六清晨7点49，训练结束。今天第4个训练日，但是我跑了26公里。今天就感觉累了，最后是找到了路，但是我没有跑到真正要拐弯的那个地方就拐到了天神桥那条街。之后还要上到玉堂津那条街，一直到南波。等找一天，我把地图打开，就是用手表导航着跑，就好一些了。今天是5分20起跑，最后4分20收尾，平均配速5分05，心率100，好像是133。对，心率平均133。最快1公里是4分20，也还行哈。今天周末这么早，刚才大阪城就看见好几位认识的小伙伴已经在训练了。冬训不容易，虽然现在还挺热，出一身汗，但是其实坦白说，今天这个气温跑全程马拉松的比赛都有点热了，大概就是8到12摄氏度，最好是没有风，是最舒适的。湿度呢，其实就看您适不适应。不过平心而论，对我来说，可能50%以下，我会舒服一点。再高呢，我可能会有不舒服，但是湿度并不会太影响你的运动表现。行吧，今天我们简单回了回评论，下午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多聊聊天，好吗？最后再次，先是祝明天杭州马拉松还有台北马拉松，可能还有很多一些地方的马拉松。我也看评论区有小伙伴说自己报名的马拉松突然取消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没太仔细了解。都祝您各位好运，好吗？
不出意外，我未来的安排就是明年的台北争取，还有就是后年的悉尼。悉尼应该有好多认识的朋友，还有当年好多一起上学的同学。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北京时间1点半，我们直播间见，加油干，加油干！